在你准备睡觉之前，先别急着闭眼，把手机音量调到你舒服的程度，肩膀放松，呼吸慢一点，因为接下来这2小时，我们不是在看星星，我们要做的是更疯狂的一件事，从银河系内部带你漂流一次。你以为银河系只是夜空里那条淡淡的光带，其实它是一座正在呼吸的巨城。恒星在诞生，恒星在爆炸，黑洞在沉睡，暗物质在背后撑着整座星系，而每一秒都有看不见的粒子穿过你的身体，向宇宙在低声说话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并不是旁观者，你血液里的铁，你呼吸的氧气，都曾经是某颗恒星的遗产。所以今晚，跟着我，我们从悬臂出发，穿过尘埃的帷幕，靠近那颗400万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心脏。现在，开始。第一部分，飘进银河，从悬臂到核心的夜航。今晚，我们不只是来看星星的，我们要做的，是在我们的家园星系银河系里，慢慢漂流。它是一座巨大的螺旋城邦，恒星、尘埃、气体，还有我们看不见却无所不在的暗物质，一起编成一张庞大的漩涡网，在宇宙里缓慢旋转了超过100亿年。可别被它表面的美骗了，在那柔和的星光下面，藏着秘密、流浪的恒星、无形的力量，以及古老的像化石一样的遗迹。它们会悄悄颠覆我们自以为懂了的那套宇宙常识。今晚，我们会从悬臂出发，靠近那片神秘的隐藏核心，从巨大的星系碰撞讲到比银河系本身更古老的恒星。你会听到黑洞的故事，星星育婴室的故事，还会听到一个仍在成长、仍未完成的星系，如何在漫长岁月里，一边变形，一边继续长大。接下来听到的某些内容，可能会让你惊讶，至少也会在你昏昏欲睡的时候，轻轻拨动你的好奇心。1. 银河系不是稳定家园，而是拼装出来的城市。银河系以前碰撞过别的星系，而且未来还会继续碰撞。我们身处其中，常常觉得它像一个稳定可靠的家。每天夜里星空都差不多，四季轮转，万物有序。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银河系其实是建立在别的星系残骸上的。数十亿年来，它不断吞并更小的星系，引力像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把它们拉近、撕碎、拆解，再把那些恒星撒进银河系盘面周围，形成一条环绕的潮汐星流，像被撕开的丝带，飘在夜空深处。其中一个典型例子，就是人马座矮星系，它现在仍在解体中，一点一点被银河系拆散、吸收。而在更遥远的夜空里，还有一位正在靠近的邻居仙女座星系，它正在缓缓向我们逼近，速度不快，却稳定的惊人。大约45亿年后，这2座巨大的漩涡星系将在一次宇宙级的相遇中合并。听起来像末日大片，但现实更像慢动作。恒星之间距离太远，几乎不会发生直接碰撞，可星系整体的形状会被彻底扭曲、拉长、折叠，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、浩瀚而寂静的结构。
这提醒我们一件事：即使是星系，也不是永恒的，它们会演变，会碰撞，会重组，然后用新的形态继续存在下去。2. 比银河更古老的恒星，外来者与古代灵魂。银河系里有些恒星的年龄甚至比银河系整体结构还要老，而且并非银河系里的每一颗恒星都诞生在这里。有一些位于外运的古老恒星，金属丰度极低，沿着倾斜而漫长的轨道游荡，它们的化学成分几乎没有重元素，像是在告诉我们，它们诞生在宇宙还很年轻的时候，甚至可能接近大爆炸后的早期阶段。天文学家怀疑，这些恒星可能来自数十亿年前被银河系吞并的更小原始星系。它们就像被带进来的老居民，不属于本地出生，却在这里生活到今天。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银河系里的古老灵魂，它们缓慢地在银河盘面上方移动，不吵不闹，却带着一种时间的重量。在螺旋形成之前，秩序建立之前，宇宙还更狂野、更混沌的那段记忆，在它们的光里，我们仿佛能偷看一眼，一个更年轻、更原始，仍在学习如何成为今天这样的宇宙。3. 银河年的尺度，我们跑得很快，但宇宙更大。我们的太阳系正以超过每小时828000公里的速度绕着银河系中心运行，换算一下，就是每秒200多公里。听起来快得离谱，对吧？但即便如此，绕银河系中心完整跑一圈，仍然需要大约 2.25 亿年。这条周期被称为银河年。如果以地球时间来算，从太阳系形成至今，我们大概只绕银河系跑了20来圈。这数字会让很多人愣住，太阳都46亿岁了，居然只绕城跑步20几圈。当第一批恐龙刚出现时，我们还在银河系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。你今天仰头看到的星空，并不是永远不变的背景墙，它们会移动，会交换位置，会远离，会靠近。你身边的宇宙其实一直在悄悄改版，万物都在运动，安静的、缓慢的，几乎让人察觉不到，却永无止境。就算你在睡觉，地球还在自转，月球还在绕行，而整个太阳系也随银河系的潮流向前推进。星系不是时钟，更像海流，我们只是这股海流里的一叶小船。4. 银河系还在长大，悄悄填充，也偶尔撕裂。虽然银河系很古老，但它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型。即使在今天，它仍在持续聚集物质，从星系际介质吸入气体，捕获矮星系带来的恒星，同时还有为光晕提供支撑的暗物质流，那些看不见却决定结构的重量。它的生长方式不像生物那样长高长壮，更像引力结构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加深。有些增长很安静，像云层慢慢填充空洞，但有些成长会带来混乱，卫星星系被撕裂，恒星像碎片一样散落，变成天空里细长的星流。所以你今天生活的银河系和恐龙时代的银河系其实已经不完全相同，而在更遥远的未来，你的后代可能会认识一个更大的银河系，它由无数较小世界的残骸缝合而成，像一件跨越亿万年的拼布衣。5.
我们到底有几条悬臂？住在内部反而看不清全貌。我们似乎应该很清楚，银河系到底有几条悬臂，但现实是我们并不确定。原因很简单，我们在银河盘面内部，就像住在大城市的巷子里，想看清整座城市的地图，反而很难。尘埃云遮蔽了远处区域，恒星密密麻麻交错在一起，远景被搅成一锅星光雾。几十年来，许多天文学家认为，太阳系附近属于4个主要悬臂结构的一部分，但更近期的观测提示，悬臂可能更少，或它们的扭曲、分裂、断续连接，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。有些臂像碎片一样逐渐消失，有些却出乎意料地绕了很大一圈又连回来。于是银河系更像一锅活的漩涡，层层叠叠，不断变化，其形成机制可能仍受到一些我们尚未完全掌握的力量所影响。6. 超高速恒星，被黑洞弹出去的发光流浪者。银河系里，大多数恒星都安稳地绕着中心漂流，但极少数恒星会以惊人的速度被抛射出去，快到足以彻底逃离银河系。它们叫超高速恒星。其中一种典型机制非常戏剧化。当一对双星靠近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时，强大的引力会把双星系统撕开，一颗恒星坠落并消失，像被深渊吞下；另一颗则像被弹弓弹出去一样，被甩向外太空，速度甚至超过每小时100万公里，直冲星系际黑暗。这些恒星孤身远离银河盘面，像一颗一去不返的发光彗星。它们提醒我们，即使在受引力束缚的星系里，也会有极端的释放时刻，悄无声息，却把一颗恒星永久送出家园。7. 仙女座正在靠近，未来不是爆炸，而是一场漫长的舞。在地平线上方，仙女座星系肉眼看去像一块淡淡的模糊暗影。它和我们一样是螺旋星系，距离超过200万光年，远得像故事。但它确实正在靠近，而且在宇宙尺度上，这个过程快得惊人。大约45亿年后，两大星系将开始真正的相撞与交织。这场相遇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满屏爆炸，恒星间隔太遥远，直接相撞的几率极低，可引力会把两座星系拉扯成细长弧形，形成壮观的潮汐尾，像2条巨大的星光丝带向外翻卷。它们各自中心的黑洞也可能最终螺旋靠近，在极远的未来合并。而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，银河系与仙女座会逐步融合成一个更庞大的星系系统。那将会是一支缓慢、优雅、几乎无声的宇宙舞。我们的家园未来，其实早已写在星空的移动里。8. 逆行恒星，向逆流而上的记忆片段。银河系里，大多数恒星都沿着大致相同方向绕着中心运行，但并非所有恒星都守规矩。有些恒星，尤其是外运中的恒星，会逆行，轨道方向和星系主旋转方向相反。这往往是一个很强的暗示，它们可能来自外部，是后来被银河系吞并的矮星系带来的外来人口。它们反向的运动，就像宇宙留在银河系里的暗号。银河系不仅在旋转，它还在携带记忆。那些远古合并与相遇的故事，不是写在文字里，
而是藏在恒星逆流而上、缓慢而耐心的轨道中。9. 化学指纹，用元素读出恒星出生地和家族史。每一颗恒星都带着独特的化学指纹，铁、钙、镁、碳各种元素的比例，就像它出生时被盖上的印章。透过研究这些元素模式，天文学家可以追溯恒星的来历。有些恒星富含重元素，说明它们诞生在更晚期、更富金属的致密区域。另一些几乎只有氢和氦，像是从宇宙早期一路走来，带着原始的配方。这些差异让科学家得以把恒星分家谱，谁属于同一批诞生的家族，谁来自被吞并的外来星系，哪一次合并事件曾经重塑了银河系的早期结构。于是化学就变成了一台时间机器。我们像读一首用光写成的古诗一样，去读一颗恒星的过去。10. 星流，被撕裂的矮星系留下的星光丝带。夜空，有些细长星带以弧形、曲线的方式延伸，肉眼几乎看不见，但精确测绘后会非常清晰。这些就是恒星流，它们是较小星系靠得太近，被银河系潮汐力撕裂后的残骸。恒星被拉伸、扩散，沿着原本的轨道铺开，形成长长的纤细轨迹，就像在黑暗中画出的运行路线。有些星流像幽灵般环绕银河系，有些则仿佛直冲核心区域。它们是过去碰撞的证据。银河系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，正是因为这些悄无声息的合并，一次又一次的发生。星系就像一棵树，而每一缕星光都藏着它过去的年轮。11. 银河系的波浪盘，连星系也会被看不见的力量拉弯。我们的银河系并不完全扁平，它的盘面一侧向上弯，另一侧向下弯，形成一种优美的波浪起伏。这件事并不是靠肉眼发现的，而是射电望远镜绘制出更远处氢气分布图后，我们才看见这层整体形变。为什么会弯？天文学家推测，可能是卫星星系的引力轻轻拉扯了银河边缘，也可能是暗物质分布不均，像看不见的手从下方挤压扭曲了结构，就像旋转床单上的涟漪一样。这种扭曲说明，星系也从不真正静止，它们会在无形力量的作用下，慢慢弯曲、变形、改变姿态。从远处看，像在太空里缓缓舞动。12. 我们肉眼看到的只是银河系的极小碎片。用肉眼，我们能看到银河系的大约 0.0000003%。在远离城市灯光的漆黑夜里，你也许能看到几千颗星，仿佛一片星海，但那其实只是一滴水。银河系拥有超过1000亿颗恒星，大多数恒星被尘埃遮住，或者太暗、太远，肉眼根本无能为力。你看到的那条淡淡的银河带，只是这座巨大星系对我们发出的低语，轻得像一声叹息。我们生活在浩瀚的星光河流里，几乎所有星光对我们来说都不可见，它太庞大，以至于我们从内部很难真正理解它的全貌。13. 螺旋臂不是实体，更像交通堵塞的密度波。银河系里的恒星并不是整齐的排队的，它们以不同速度绕着中心运行，内侧跑得更快。
外侧更慢一些，轨道也更自由。正是这种速度差异，产生了螺旋臂的形状。螺旋臂不是硬邦邦的固定结构，更像一种模式，好比高速公路上的车流，车子并不是永远停在那里，但赛车的形状会持续出现。当密度波经过，气体被压缩，就会触发新恒星形成。于是旋臂被点亮，出现蓝白色的明亮恒星，像在黑夜里画出卷曲的发光纹路。我们的太阳也在这套模式中进进出出，所以别把星系想成钟表，它更像潮汐，我们只是随波漂流。14. 暗物质撑住银河系的无形支架。银河系之所以还能保持完整，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某些东西。按常规逻辑，银河系外围恒星转得太快了，如果只靠可见物质的引力，它们应该早就被甩出去，像暴风雨里的落叶一样四散。但它们没有。答案是暗物质。暗物质不发光，不反射，也不吸收我们能直接看到的光，可它有引力，而且数量极多，其总质量可能远远超过银河系里所有可见物质的总和。我们仍不知道暗物质到底是什么，但我们知道，如果没有它，银河系会分崩离析。它就像是支撑一切的无形鹰架，让这座星系之城不至于塌掉。15. 银河系的心脏，人马座 A 星号与花生状隆起。在银河系中心，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，人马座 A 星号。它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0多万倍，但所占空间却小得惊人，甚至比水星轨道尺度还要紧凑。我们看不见它本身，但能看到它的影响。附近的恒星以惊人的速度绕着它旋转，像在虚空里画出看不见的环。有时，气体和尘埃坠入深处，在螺旋接近事件世界时释放出 X 射线，像短暂的闪光警报。如今的人马座 A 星号相对沉睡，但在遥远过去，它可能曾经更活跃，甚至像类星体一样发亮，从内部影响整个星系。而当我们绘制银河系核心结构时，还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：银河中心的隆起并不圆滑，而呈现出一种三维的花生状、沙漏状形态，中间鼓起，两端凹陷，像一枚由恒星组成的扭曲果实。这种形状可能与银河系中心的棒状结构有关，一条由恒星构成的密集星棒缓慢旋转，长年累月的弯曲膨胀，塑造出复杂的核心几何。我们生活在螺旋星系里，但它的核心从不简单，不扁平，不干净，而是错综复杂、充满活力的引力舞台。16. 恒星育婴室，旋臂的发光工厂。银河系的旋臂不只是恒星的集合，更像恒星诞生地的连锁工厂。巨大的氢气、尘埃和分子云在星系中漂流，当它们穿过旋臂区域时被压缩，内部开始坍缩，点燃新恒星。这些地方被称为恒星育婴室。混乱、闪耀，充满能量。新生恒星的紫外线照亮云层，把旋臂染成耀眼的蓝与银，像在黑暗里点燃了一条静默的火焰曲线。每一颗恒星，包括太阳，都曾在这样的云层摇篮里出生。我们只是银河系恒星制造历史里的一页。17.
星系运与球状星团，外层记忆与时间胶囊。在扁平的螺旋盘之外，银河系还有一个更弥散、更巨大的球状结构——星系运。它包含古老恒星、球状星团以及大量暗物质，它几乎看不见，却可能藏着银河系的大部分品质。运里的恒星分布稀疏，沿着漫长而缓慢的轨道绕行，很少与盘面接触，而那里还保留着古代合并的残余，恒星瘤、恒星壳，像宇宙化石一样漂浮在外层黑暗里。银河系的光晕是它的外层记忆，安静昏暗，却仍在运动，仍在影响未来。在这片光晕中，银河系拥有超过150个球状星团。球状星团是由数十万颗紧密结合的恒星组成的致密球体，像一群金色的火种，围绕银河系中心缓慢盘旋。它们非常古老，有些年龄超过120亿年，其中许多恒星金属含量很低，说明它们形成于宇宙还来不及炼出大量重元素的早期阶段。它们就像时间胶囊，里面封存着银河系如何形成、吞噬了什么、早期宇宙是什么味道的线索。这些沉默的光球在盘面上下方耐心漂浮，在黑暗里微微闪烁，像在守着一段无人见证的远古回忆。18. 恒星形成正在放缓，成熟星系的中年章节。很久以前，银河系更活跃。那时，新生恒星不断从致密坍缩的星云中点亮，星系像一座繁忙的工地，昼夜不停。但近来，恒星形成速度正在减慢，气体仍然存在，可许多气体分布较稀，温度较高，或被锁在不容易坍缩的状态。银河系还没有停止制造恒星，只是进入了更稳定的阶段。天文学家估计，恒星形成在数十亿年前达到峰值，此后整体趋势一直在下降。这不是宇宙末日预告，更像自然的成熟。一座步入中年的螺旋星系，光芒更柔和，节奏更从容，仍在创造，但不再急着燃烧自己。19. 分子云与超新星，破坏与创造都是同一套循环。银河系里散布着巨大的分子云，黑暗、寒冷，跨度可达数百光年。它们主要由氢分子和尘埃组成，是恒星的原料仓库。在分子云深处，引力把物质聚成团块，团块继续坍缩，最终诞生新的恒星与行星。有些云冷到能吞掉可见光，于是你在星空下看到的会是一块块黑洞洞的缺口。但别误会，那里不是空无一物，那里往往正是未来开始的地方。而当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，会发生剧烈的超新星爆发，那一瞬间的亮度甚至可以盖过整个星系，像宇宙里突然打了一道闪电。超新星不止摧毁，也在创造。冲击波扫过星际介质，压缩附近星云，触发下一轮恒星形成。它也把铁、金等重元素撒进太空，这些元素是在垂死恒星内部锻造出来的，最后成为行星、岩石甚至生命化学的基础。所以超新星就像银河系生态里的风暴，破坏、搅动、滋养、重塑。混乱却必不可少。20. 尘埃的面纱遮住了光，也保护了诞生。银河系充满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结构，
其中最狡猾的就是星际尘埃，它由微小的碳、稀酸盐和冰颗粒组成，像是云、像丝、像卷须，穿梭在星系之间。尘埃会遮蔽大片区域，把恒星和星云隐藏起来。但在这一层面纱背后，恒星的诞生仍在继续，而且往往更旺盛。红外线望远镜能穿透尘埃，让我们看到那些闪闪发光的育婴室，一团团气体里藏着一颗颗新生太阳，像在黑暗中点亮的火种。尘埃看似遮住了什么，可它也是过程的一部分。它吸收能量，帮助气体冷却；它遮挡辐射，保护恒星诞生的脆弱阶段。所以很多时候，看似空虚、看似黑暗的地方，反而是美好事物真正开始的地方。第二步，看不见的银河、气体、辐射、磁场与宇宙家族的慢动作。银河系里，其实漂浮着许多没有恒星的气体云。你可以把它们想成还没点火的燃料库，静静躺在黑暗里，像是宇宙留着的后手。并非每一团气体都会变成恒星。天文学家在银河系中发现过一些巨大的冷云，理论上，它们早该在引力作用下坍塌点燃，但它们却依然沉睡，像把呼吸憋住了一样。为什么？原因可能不止一个。有些云团太分散，密度不够，像一团松散的雾，怎么压也压不出核心。还有些云团被磁场或内部的湍流撑住了，就像锅子里正在翻滚的水，你想让它安静下来凝成一团，反而更难。这些无星云团富含分子氢，却尚未进入和融合的火焰。它们或许有一天会被触发而燃烧，也可能漂流到某个引力风暴区，被外力撕裂，气体再被银河系回收，送去别处继续使用。在这些云层中，银河系像是屏息凝神，也许它只是在等一个契机，一个够小的扰动，就能点亮新的太阳。物质的轮回，你身体里的原子都是恒星遗产。银河系会跨时代循环物质。星星从来都不是永恒的灯泡，它们也有寿命，出生、燃烧、老去，然后死亡。而最奇妙的是，在死亡的那一刻，它们把自己归还给银河系。超新星爆发会把重元素炸出去，红巨星会吹掉外层大气，像缓慢剥落的外衣。行星状星云像彩色薄雾一样扩散，飘进更广阔的星际空间。这些富含元素的物质进入星际介质，冷却、凝结，重新聚拢，最终又形成新的恒星、新的行星，甚至新的生命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，几乎都经历过这种轮回。它们曾在恒星内部锻造，后来被抛进宇宙，再在漫长岁月里聚成今天的你。所以，银河系不是一块静止的舞台，它更像一台巨大的更新引擎，创造、毁灭，再创造。它与星辰同呼吸。2. 金属贫乏恒星，宇宙早期的化学化石。这里要先澄清一个天文学里的用词误会。在天文学里，金属不只是铁或金，而是所有比氦更重的元素，统统算金属。宇宙最早一代恒星几乎不含金属，
因为当时宇宙还来不及经历足够多次超新星，去把这些重元素制造出来撒出去。所以今天，天文学家会在银河系光晕里苦苦寻找金属丰度极低的古老恒星。这些恒星暗淡古老，却像保存完好的化学指纹，它们体内的元素比例几乎冻结了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。分析它们的成分，我们就像把时间往回拉，回到大爆炸后不久，那时星系还没成熟，银河系甚至还没完全拼装成今天的样子。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由光构成的化石。3. 恒星会搬家，对他们来说，家也许只是暂住。恒星的出生地并不总是能决定它的一生。很多恒星会因为重力相互作用、轨道共振，甚至旋臂的缓慢拉扯，而逐渐远离原本的诞生云。有的会被抛射很快，直接穿过星盘进入星运；有的则像慢慢换地段的居民，在星系里迁徙，轨道一点点向内或向外移动。甚至我们的太阳也很可能不是在今天这个地点诞生的。追踪恒星的轨迹会让你意识到，银河系从来不是固定地图，它是一个会交流、会错位、会漂移的动态系统。对恒星来说，家可能只是暂时停靠的坐标，而银河系就是一座不断换布局的城市。4. 银河系也有宜居带，生命也许更偏爱刚刚好的地方。就像地球绕太阳运行在适合生命的宜居带内一样，银河系可能也有自己的银河宜居带。一般认为，这个区域位于内侧，辐射更强、引力更混乱、超新星更密集的危险核心附近；外侧，恒星稀疏、金属含量较低、行星较难形成的边缘区域；中间则可能存在一条条件刚好的宽阔带状区域。恒星密度适中，环境相对稳定，同时碳、氧、铁等元素更丰富，足以让研制行星、复杂化学甚至生命有机会发展。地球就位于这个区域附近。在浩瀚的银河漩涡中，我们只是其中一条安静的轨道，而在这条带状区域里，生命也许并非唯一曾找到立足之地的存在。5. 悬臂不是固定的线条，它更像是永不停息的交通堵塞。从远处看，银河系悬臂像被雕刻在星盘上的宏伟线条，仿佛永远存在。但悬臂不是由同一批恒星组成的固定结构，它更像一种模式密度波。密度波缓慢传播，压缩气体，经过时触发恒星形成。恒星会飘进悬臂高密度区，闪耀一段时间，然后又飘出去。悬臂的运动速度而恒星本身的绕转速度并不相同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塞车，车子不是永远停在那里，但塞车形状会持续出现，持续移动。所以从外部看它规整，从内部看它流动、断裂、重组，一种由引力和时间维系的永不停息的运动图案。6. 银河系的隐形交响乐，辐射、电波与高能量结构。银河系并不只在可见光里发光，在可见光之外，它还在用另一套方式说话，更神秘也更猛烈。宇宙射线是来自超新星甚至更遥远天体的高能量粒子，它们每秒都在太空中穿梭，也穿过你的身体。垂死恒星
黑洞会发出 X 射线与伽马射线。无线电波来自气体云、脉冲星，还有氢气那种冷冷的呼吸。这些看不见的嗡鸣，揭示了光线无法揭示的东西。银河系骨架里仍在闪烁的暴力、磁力与古代火焰。当你抬头看星空，你看到的其实只是银河系真实光谱中很窄的一段。在黑暗里，银河系正以多种频率轻轻共振，像一首我们肉眼听不见的交响乐。7. 费米炮，银河系幽灵气球，提醒我们核心曾经不安分。在银河系中心的上方与下方，存在着两个巨大的高能量结构费米炮，它们像两瓣幽灵光翼，向外延伸数万光年，发出伽马射线，人类肉眼看不到，却真实存在。更关键的是，我们仍无法100%确定它们从何而来。它们可能是很久以前银河中心黑洞一次猛烈喷发留下的残余，也可能是核心区域曾经发生过剧烈恒星形成与爆发的痕迹。无论原因是什么，费米炮像一张旧伤疤，提醒我们银河系的过去并不总是温柔的星光，它也曾有过暴力的回响，只是被时间包裹进了看不见的波段。8. 我们住在次要之脉，安静可能正是人生的好运气。我们的太阳系不在任何一条最宏伟的主旋臂上，我们位于一个较小结构猎户座之脉，夹在射手座旋臂与英仙座旋臂之间。这里不算特别密集，也不算特别热闹，但你想想，或许这正是好事。在主旋臂里，恒星更密集，大质量恒星较多，超新星爆发更频繁，高能量辐射风暴也更常见。而在这种通道之间的平静地带，灾难的几率可能更低。这份安静也许给了地球生命足够的时间，慢慢演化，慢慢复杂，慢慢走到今天。从外面看，银河系壮丽辉煌，但很可能正是这种不起眼的宁静角落，让复杂生命有机会展开。9. 棒状星系核心，银河心脏里有一根发光梁柱。当天文学家用红外线呈向银河系中心，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圆核，而是一根穿过中心的粗壮细长的恒星棒，像一座发光桥梁。这种棒状结构在螺旋星系中很常见。当星盘中的恒星向内漂移，沿着中心轴堆积，就可能形成这种星棒。它会缓慢旋转，搅动气体，触发新恒星形成，并把物质输送到中心黑洞附近。所以它不仅是形状，更像一个动态引擎，从内部塑造银河系的心脏。10. 本星系群，银河系并不孤单，我们在一个宇宙家庭里。银河系不是孤岛，它属于本星系群，一个由50多个星系组成的小型星系团。最大的2位成员是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，它们各自带着一群卫星矮星系，周围还散布着暗淡的椭圆星系、矮星系，甚至一些几乎只剩下暗物质、恒星很少的奇特成员。本星系群跨越超过1000万光年。它们之所以待在一起，不是因为感情好，而是因为引力。这是一种无形纽带，把彼此拉在同一个慢动作的网子里。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宇宙大家庭，成员之间距离很远，
平时几乎互不打扰，但依然彼此牵引，缓慢靠近，最终可能合并、被吸收或重新组合。它不是固定结构，而是一群宇宙岛屿的温柔聚集。越过时间越久，连结反而越紧。11. 厚盘与薄盘。银河系不是一张纸，而是一层层沉积。银河系圆盘并非单一薄片，它分为薄盘与厚盘。我们生活在薄盘，这里年轻恒星多，气体也多，是恒星仍在持续诞生的活跃区域。而薄盘上下是更弥散、更古老的厚盘。恒星年龄较大，金属含量较少，轨道更倾斜、更椭圆，像在暗示它们经历过更早期、更混乱的形成阶段，或曾被古代星系碰撞搅动过。这让银河系看起来不像一张干净的唱片，更像海底沉积层，粗糙、分层，被时间洗过，带着久远历史的纹理。12. 磁场与星际介质。星与星之间不是虚空，而是看不见的结构网。银河系的磁场贯穿星盘，上升到星系晕，穿过星际介质。对地球尺度来说它很弱，但在星系尺度上，它影响很深。宇宙射线如何传播，气体云如何坍缩，物质如何流动，都和磁场有关。它与悬臂大致对齐，在盘面上方形成弧线，并扭曲成复杂的环状。研究它需要射电望远镜与细致分析，但它确实存在。而星际介质也不是你想象的空，那是气体、尘埃与等离子体的稀薄混合物，像雾一样充满星与星之间。用射电与红外线去看，它将显露出惊人的复杂结构：丝状物、气泡、冲击波、冷云团。恒星就在这里诞生。超新星会在其中雕刻出巨大空洞，恒星风会把它吹成波纹与涟漪。星际空间不是虚无，而是一张不断变化的物质与磁场网络，是星系演化，也是生命最终出现的沉默底座。13. 宇宙射线穿过我们，你休息时，银河仍在低语。每秒钟都有高能量粒子穿过你的身体，它们主要是质子与原子核，来自很久以前恒星爆炸的喷发，这就是宇宙射线。它们接近光速飞行，穿越磁场，从云层反弹，偶尔与地球大气碰撞，制造出一串串刺激粒子雨。我们大多时候不会察觉，但它们携带着银河系的故事，远古超新星的证据，遥远加速器的痕迹，来自高能量天体的讯息。所以就算你闭上眼睛，银河系也仍在低语，在粒子里，在寂静里，在无光的射线中。14. 不对称的银河。它像生物一样，有皱纹、怪癖，有历史。很多示意图把银河画得整齐、均匀，但真实银河系并不完全平衡。圆盘一侧较厚，某些悬臂较亮、较长、较弯曲，外盘桥区也不对称，甚至不同半球的恒星数量也略有差异。这些不对称可能来自过去的合并、重力交互作用，甚至暗物质分布的影响。它提醒我们，星系像生物，它有伤痕，有皱纹，有不均匀生长的怪癖，而这些缺陷本身就是它的历史。15. 几乎与宇宙同龄的恒星，活生生的黎明遗迹。在银河系光晕的高处，
天文学家发现过一些恒星，年龄可能接近宇宙本身，它们几乎不含重元素，这是大爆炸后不久诞生恒星的典型标志。它们可能形成于130多亿年前，远早于银河系完全拼装。如今它们仍在安静燃烧，发出柔和的红光，品质不大，却岁数大得吓人。它们不只是一颗星，更像一件活着的遗迹，一座来自宇宙黎明的时间胶囊。16. 差速旋转与密度波。轮圆落后轮毂，银河因此永远在变形。银河系内部各处旋转速度不同，靠近核心引力强，恒星轨道更紧，转得更快。像太阳所在的区域，公转一圈要数1年。这种不均匀旋转会拉伸结构，让星系无法像固体盘一样整体旋转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车轮，轮毂跑得快，轮圆跟得慢，于是图案被扯长，旋臂被塑形，星盘出现扭曲，永远不会完全定格。旋臂因此成为密度波的表现，气体被压缩、点亮又被释放，恒星从波中漂移出去，新恒星在后方补上，形成一种自我维持的幻觉。从远处看，它像静止的图案；从本质来看，它是物质与节奏的舞蹈。17. 恒星如何点火？最冷的阴影里孕育最亮的光。恒星诞生在寒冷坍缩的气体中，分子轻云可能宽达数百光年，温度只有绝对0度以上几度。在云层内部，局部密度变高，引力逐渐占上风，气体开始坍塌。气体向内下落会升温、旋转、变扁，形成原恒星与旋转盘。压力与温度不断攀升，直到核融合发生，新的恒星点燃。最冷的阴影孕育最明亮的光。一切发生得很慢，却无比坚定。18. 星团会融进星海，太阳的兄弟姊妹早已散落。很多恒星不是单独出生，而是成群诞生。同一团气体云坍缩，会形成紧密星团，成员之间彼此相牵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潮汐力、近距离掠过，内部动力学会让星团慢慢解体。恒星一颗颗被剥离，最终星团消失在银河系的背景星野里。我们甚至怀疑，太阳也曾诞生在一个星团中，它的兄弟姊妹如今已散落到银河各处，暗淡无名，或是消失在遥远的星雾里。19. 超金属贫乏恒星最珍贵的纯净灯笼。银河系中最稀有、最珍贵的天体之一，是超金属贫乏恒星。大气层里几乎不含比氦更重元素，铁含量可能不到太阳的1/1000。它们很可能是第一批超新星之后最早诞生的恒星之一，携带的只是宇宙仍在成型时那一点点微弱元素痕迹，极其古老，极为纯净，像散落在光晕里的远古灯笼。每一颗都是遗物，来自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时代，却还在引力束缚下发光。20. 行星系统无所不在。银河不是恒星地图，而是一座系统森林。行星不是稀罕物，而是恒星形成的自然副产品。当一颗新恒星点燃，周围往往会留下旋转的气体尘埃盘，颗粒碰撞
粘连、聚集，最终形成行星。在银河系中，行星系统非常常见，有的拥有气态巨行星与冰冻卫星，有的紧凑的惊人，研制行星贴着昏暗恒星飞奔，有的可能像我们的太阳系，有的则完全超出想象。银河系不只是满天星，它更像一座系统森林，无数太阳系各自运行，各自平衡，各自孕育可能。21. 共转半径与共振的保护。我们可能住在较稳定的节拍上。旋臂的模式速度与恒星速度不同，但在一个特殊距离，共转半径恒星的平均绕转速度会与旋臂的模式速度接近匹配。太阳轨道可能就在这个边界附近。这种温和的速度同步，或许让我们较少频繁穿越高密度旋臂区域，从而降低遭遇超新星密集、重力扰动更强的环境。我们或许生活在银河里一个更稳定的区域，不是靠墙壁保护，而是靠共振的节拍保护。22. 太阳上下摆动，像软木塞一样在星盘上方轻轻摇晃。太阳绕银河系运行时，并非严格贴着平面滑行，它会在星盘上方与下方轻柔摆动，像慢动作的软木塞，在数千万年尺度上升升降降。有人猜测这种摆动是否与地球灭绝周期有关，但证据仍不明确。不过它至少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就算在看似稳定的轨道上，太阳也并不是直线平滑前进，它在太空里轻轻摇曳。23. 暗物质与巨大暗物质晕。银河的闪亮表面只是皮肤，我们不知道暗物质是什么，但我们知道它存在。它不发光，不吸收光，仿佛能穿过普通物质。可它的引力效应清清楚楚，解释恒星异常旋转速度，维系银河结构，塑造大尺度宇宙骨架。银河系被一个巨大的暗物质晕包围，范围远远超出最遥远恒星。圆盘里聚集了大部分可见恒星，但真正掌控质量与引力范围的，可能是那片看不见的外层。当我们想到银河系，脑海里是旋臂与星光，可那更像闪亮的皮肤。真正的骨架是隐藏的，像一层静谧的裹尸布，包裹住一切运动。24. 银河中心曾经像类星体燃烧，过去的火留下今天的回声。今天的银河中心看起来平静，但费米炮等高能量结构，以及周围云层里反射的高能量痕迹，让人怀疑银河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曾经可能像类星体一样爆发。类星体是宇宙中最亮的天体之一，亮度甚至超过整个星系。如果银河系曾经这样燃烧过，那么它的样子就会完全不同，像一座螺旋城市围绕着一颗耀眼灯塔。时间过去了，但回声仍在，以看不见的能量结构悬在银河之上。25. 重力波穿过银河，你休息时，时空本身也在轻轻起伏。宇宙中到处都有巨大碰撞，黑洞合并，中子星相撞，星系融合。这些事件会发出重力波，在时空结构中激起涟漪。它们极微弱，我们几乎感受不到。但像 LIGO、Virgo 这样的观测站已经捕捉到部分事件。未来还有实验要找充满宇宙的重力波背景杂讯。
所以哪怕你正在休息，空间本身也可能正被遥远事件轻轻扭曲，不足以让你醒来，却足以告诉我们，宇宙从未真正停下来。26. 倾斜细长轨道的恒星，银河混乱过去的立体地图。并非所有恒星都沿着规整圆轨道绕转，有些恒星沿着细长的椭圆轨道运行，甚至在盘面上方与下方高处盘旋，轨道与主平面呈奇怪倾角。它们可能来自被吞并矮星系的残骸，或是古代引力巨变的幸存者。它们的轨道是线索，是银河混乱过去的立体地图。追踪它们的运动，天文学家就能重建银河系不可见的结构，质量如何分布，暗物质如何塑形，过去的合并如何留下轨道疤痕。这些恒星像来自混沌年代的信使，倾斜拉伸，却仍与整体相连。第3部分，当你闭上眼睛，银河仍在呼吸。银河系每一秒都在发射出一种我们几乎无法侦测到的粒子中微子，它们轻得像影子，像宇宙的耳语。此刻，就在你读到这里的同时，数万亿个中微子正从恒星内部，从太阳深处，从遥远的超新星爆发，从宇宙射线撞击原子的一瞬间诞生，然后几乎不受阻碍地穿过你的身体。它们像幽灵，不发光，不带电，很少与物质发生作用，所以它们几乎能穿过一切岩石、海洋，整颗地球，就像从来没来过一样，不留痕迹。正因为如此，人类才不得不把探测器埋得很深，在地下深处冰层之下，像在寂静中设下捕梦网。那些特殊天文台等待的是极为罕见的一次碰撞，一道微弱的闪光，一次短促的讯号，就足以告诉我们，有一封来自看不见之处的讯息终于被我们接住了。中微子携带的是我们无法直接窥见的内部消息，恒星核心的核反应，坍缩巨星的最后一口气，星系里隐藏的高能量事件。它们像来自宇宙深炉的低语。宇宙之火不用光说话，而用中微子轻轻说。星际空间不是空，它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海。我们常常把星与星之间想成真空、安静、永恒的黑，但真相更像是，你以为是平静海面，走近才发现海底有暗流。星际介质那些稀薄的气体与尘埃云一直在被搅动，冲击波推着它，磁场拉着它，恒星的运动离开它。温度变化可以极端到让人难以想象，有的区域热得像火焰，有的区域冷得像冰窖。物质流相互碰撞、混合、破碎，云朵伸展、折叠、翻滚，像慢动作的海浪在银河盘面上起伏。这种湍流会影响恒星如何诞生，宇宙射线如何传播，甚至星系如何慢慢长大。从远处看是柔和的星光河，从内部看却是一整片由无形的风与古老能量塑造的动态涟漪。光晕里可能飘着流浪行星，没有太阳的世界。行星不一定永远跟着恒星走，有些行星在年轻的行星系统里被引力弹弓甩出去，像家族里被放逐的孩子，从此再也回不来。还有更惊人的可能，有些流浪行星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母星，
它们就那样诞生在黑暗里，孤独地漂浮。这些就是流浪星星，寒冷、沉默、无光、无晨昏。虽然很难探测，但研究推测，银河系里可能有数十亿个这样的天体，甚至在恒星稀少的外运中也可能藏着不少。没有阳光，它们靠什么活着？靠内部残余的热，靠缓慢的收缩，靠放射性元素的微弱发热，像一颗在被子里慢慢冷却的鱼烬。它们是银河系的孤儿，是漂泊的行星，在星际黑暗里，沿着漫长、孤独、几乎没人看见的路漂流。磁场在黑暗里指挥尘埃，宇宙灰尘也会跳舞。星际尘埃，那些微小的碳粒、稀酸盐颗粒，不只是被引力牵着走，它们也会被银河系巨大的磁场牵引、排列、塑造。磁场像无形电流贯穿星系，带电粒子会顺着它走。在某些区域，尘埃颗粒快速旋转，发出微弱微波；在其他区域，它们与磁力线对齐，让穿过它们的星光产生偏振。这些现象很关键，因为透过尘埃的偏振指纹，天文学家可以反推出银河系磁场的结构。甚至在研究宇宙背景辐射时，还需要把这些尘埃效应仔细扣掉，避免把前景当成宇宙早期的讯号。所以灰尘不无害，也不只是脏。它在磁性的节拍下跳舞，悄悄替我们描出隐藏的图案。中子星碰撞，银河里的炼金术把金河泊住出来。当两颗中子星螺旋靠近并最终相撞时，会发生一种极其短暂却耀眼的事件——牵心星。那是一瞬间的宇宙暴风，也是宇宙的炼金术。在那场爆发里，大量重元素锻造出来，金、铂、铀，然后被抛进太空，混进气体云，最终再进入新的恒星与行星。所以银河系里确实存在一些恒星，带着这种罕见事件的化学痕迹。它们的元素比例怪得很特别，只有中子星碰撞才能解释。它们不仅是发光体，还是灾难的记录者。在它们的光里，藏着一次远古撞击留下的余波。棒中棒，银河中心可能是层层嵌套的迷宫。我们知道银河系中心有一根棒状结构，一条由恒星组成的光桥横跨中央凸起。但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在那根棒的更深处，天文学家还发现了另一根更小的棒的迹象。它角度不同，可能独立旋转。尘埃与距离让它难以直接看清，但它的引力影响会在附近恒星和气体的运动中露出马脚。这样的内部棒状结构可能会把物质更有效地导向中心黑洞，像一套传送带，把气体慢慢送进核心，让核心在某个时代突然吃饱，然后爆发。于是你会明白，银河系中心不是一个简单形状，它更像一个层次分明、不断变化的光与运动迷宫。宇宙网给星系输血，银河仍在从更大宇宙汲取养分。银河系并不是封闭系统，它会从星系际介质吸入新鲜气体，那些沿着宇宙网丝线流动的稀薄河流。有些气体以冷丝状流入，悄无声息地滑进星盘；有些则在落下时被冲击加热，以紫外线或 X 射线形式发光。这些看不见的宇宙供水管持续补充恒星形成所需的原料。
所以银河系到今天仍在成长中，它仍在从遥远的物质库中汲取营养。那些库是早期宇宙之初的丝线养出来的。超级气泡与烟囱，星系把能量往上喷，像在呼吸。当大质量恒星团接连发生超新星爆发，会在星际介质中挖出巨大空洞。这些空洞会合并成超级气泡，高温气体囊不断膨胀，向上穿透星盘，冲进星系运，结果就是一种烟囱结构。能量、气体、磁场从盘面溢出，进入更高、更暗、更稀薄的区域。这会调节压力，重新分配金属，塑造光晕结构。换句话说，银河系不只是在盘面旋转，它也在垂直方向呼吸。把热气吐上去，再让冷却后的物质慢慢落回来。另一种银河，在 X 射线里，它是极端世界。在可见光里，银河像一条安静的星光带，但在 X 射线里，它是另一副面孔：高温、撕裂、吞噬、喷发。X 射线来自核心附近坍缩恒星、黑洞吸积盘边缘。双星系统里，白矮星或中子星从伴星吸走物质，把它加热到数百万度。星系运里的热气体也会发出微弱 X 射线，勾勒出更大的骨架。像钱德拉、XMM、牛顿这样的望远镜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银河系，不是宁静的螺旋，而是极端温度与隐蔽辐射的领域。脉冲星死亡遗迹却是宇宙最准的钟。当大质量恒星死亡，坍缩成中子星，它可能会高速旋转，并发出辐射束横扫太空。当这束光扫过地球，我们就会看到规律的脉冲。这就是脉冲星。有些脉冲星每秒旋转数百次，节奏精确到惊人。天文学家把它们当成宇宙计时器，测距离、检验重力理论，甚至用脉冲星计时阵列寻找低频重力波背景。它们是死亡的遗迹，却像秩序的灯塔。它们滴答的不是分钟，而是时代。无线电，当光被尘埃挡住，我们就用听来看。银河系很多地方在可见光下根本看不见，尘埃挡住了光，距离吞掉了细节，但无线电波能穿透这些屏障，追踪冷氢气，描出磁场轮廓，显示脉冲星与超新星遗迹，甚至借助遥远类星体做背景标记。电波望远镜阵列让我们绘制悬臂，测量星盘桥区，发现隐藏的恒星形成区。当光说不清的时候，银河系会用我们听不见的语言继续说话，而科学学会把那语言翻译成形状与阴影。太阳的家族，我们真的有失散的恒星亲戚。太阳很可能诞生于一个星团中，当年它与成百上千颗兄弟姊妹恒星共享同一个摇篮。后来星团解体，引力潮汐，恒星掠过，星系整体运动，把它们一点点扯散。太阳留下来了，而那些兄弟姊妹们各自进入不同轨道，散落在银河各处。天文学家仍在寻找它们，用盖亚任务的精密运动数据，再配合光谱化学指纹，去筛出年龄、运动、成分都与太阳相符的失散亲族。如果找到它们，我们就能更清楚太阳诞生时的环境。
那片云有多富集？附近有没有超新星？早期太阳系经历过怎样的扰动？我们的位置并不完全孤立，在遥远的某处，太阳的远古亲戚也许还在闪耀，只是我们还没认出来。银河圆盘会摆动，像失去平衡的旋转盘子。银河系圆盘并不完全平坦，它在外侧区域最明显，一侧向上弯，另一侧向下弯，像一张缓慢起伏的薄片。原因可能来自麦哲伦星云的引力影响、暗物质结构或内部不对称。更妙的是，这种扭曲还会缓慢旋转，像巨大的波浪沿着星盘移动。地球上我们感觉不到，但从远处看，银河不是完美唱片，它像在呼吸般起伏，随着旋转轻轻弯曲。潮汐力，银河会耐心地拆解星团与矮星系。银河的潮汐力就像月球对海洋的拉扯，只是尺度更大，时间更长。星团、卫星星系、球状星团都会被拉伸、扭曲，久而久之，它们被一缕一缕拆散，拉出长长恒星流，或把恒星从原本轨道剥离。天空里那些朦胧星湖，就是这样的遗迹。银河不会突然撕碎它们，它更像一个耐心的拆线师，用上100万年，一点点把结构解开。银河到底有多重？我们的家园重量仍是谜。你可能觉得我们早该知道银河系品质，但测量它极为困难。可见恒星与气体只占一小部分，大头再看不见的暗物质运里。于是估算值分歧很大，有人说接近太阳的罩倍，有人认为更高。不确定性来自我们必须依赖远处恒星、卫星星系的运动来反推质量，而数据有限，暗物质又看不见。所以银河是我们的家，但它的体重仍是一个安静的谜。也许银河比仙女座更重，看起来柔和，骨子里很沉。传统上人们觉得仙女座更大、更亮，也更重。但近年来的测量提示，银河的暗物质运可能更宽、更密。如果如此，银河也许在外表上显得矮小，但骨子里更沉。这很重要，因为45亿年后两者合并时，谁更重，会影响合并舞步的主导节奏。银河看起来温柔，可在螺旋臂下，它可能藏着比我们想象更大的重量。麦哲伦星云可能是新来者，第一次靠近我们。大麦哲伦与小麦哲伦星云长期被视为银河的卫星，但新证据暗示，它们可能是最近才被捕获的新来者，正处于第一次近距离掠过。如果属实，他们不是老邻居，而是刚抵达的漂泊者。他们的到来搅动外盘，扭曲银河形状，像银河正在对一位新的引力访客做出反应。在天空的寂静里，可能藏着一次初次相遇的震颤。麦哲伦星流，一条被剥离的气体长河，在麦哲伦星云后方，拖着一条巨大的氢气带麦哲伦星流，它绵延数十万光年，蜿蜒横跨南天。它是潮汐力剥离出来的。当矮星系彼此靠近，再靠近银河，被拉扯掉气体，留下这条看不见的长河。在可见光里它沉默无声，在无线电里它清晰可见。
未来它可能为银河提供新燃料，或慢慢沉入光晕，成为一条连接星系的记忆线。极地轨道的气体云，银河记录奇怪角度的旧事件。银河中并非所有东西都沿着盘面规则旋转，有些气体云，甚至一些恒星，以高度倾斜的轨道从上方与下方掠过，像绕着行星的彗星那样奇特。这多半来自过去合并矮星系或游离云团以怪角度被捕获，留下倾斜轨道。它们像写在三维空间里的注释，提醒我们银河不是封闭系统，而是被宇宙历史反复改写的结构。巨型气体外壳，宇宙烟火留下的冷回声。银河某些区域里有巨大的球形气体壳，跨度可达数百光年。它们像幽灵气泡，是过去强烈恒星爆发的残余。恒星风与超新星共同挖空星际介质，把气体推向四方。后来扩张变慢，但壳仍存在，像宇宙烟火的化石，在寒冷里回响着当年的热烈。在拥挤的地方，恒星真的可能撞上彼此。通常恒星之间距离巨大，碰撞几乎不可能。但在球状星团核心等密度极高区域，恒星靠得够近，就可能相互作用，甚至合并。一旦发生，可能诞生蓝离散星，看起来比周围更年轻、更蓝、更亮，像在老人堆里突然出现一位少年。这些事件罕见，却真实。在银河最拥挤的星际城市里，空间从来不真正空旷。双星会被撕裂，伙伴关系也挡不住潮汐。许多恒星成对共舞，但如果一对双星靠近银河中心黑洞，或穿过致密星团，潮汐力可能会拆散它们。一颗被甩走，另一颗被捕获或减速。有时甚至会把恒星抛出银河，成为穿行星系际空间的超高速恒星。这些分崩离析通常会悄无声息地发生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古老的伙伴关系被引力轻轻撕开。有些恒星会逃离银河，成为黑暗中孤独的朝圣者。大多数恒星被银河引力束缚，但少数恒星会获得逃逸速度，超过每秒500公里，被抛向外，再也不回头。它们可能来自中心黑洞的引力弹弓，也可能来自三体交互作用，或超新星爆发后双星系统的甩飞效应。一旦自由，它们就独自进入星际空间，像微小灯塔飘到螺旋边缘之外。它们把银河的记忆带走，成为黑暗里孤独的朝圣者。银河里也有外来恒星，我们家是一幅马赛克。银河的恒星并非全部原生，部分可能来自被吞并的矮星系，或在本星系群的引力搅动中被抛入银河光晕。它们经常沿着不寻常轨道运行，成分也不太本地。它们像宇宙移民，带着别的天空、别的历史、别的化学故事，悄悄混进我们的星群之中。银河不是封闭系统，它是一幅由时间和运动缝合的马赛克。银河喷泉，盘面与光晕之间的呼吸循环。在盘面上方和下方，气体会升起又落下，这就是银河喷泉。超新星与恒星风加热物质，把它抛上光晕，在那里冷却凝结，经过数百万年再像雨点一样落回星盘。
这个循环搅拌星际介质，重新分配重元素，调节恒星形成。于是银河不只是旋转，它还在呼气吸气，在稠密平面与广阔光晕之间做着漫长而静谧的呼吸。尘埃里有有机分子，宇宙不吝啬生命材料。科学家在星际尘埃云中探测到了复杂有机分子、多环芳烃、糖类相关分子、醇类等等，不是生命，却是生命的原材料。它们可能形成于垂死恒星的大气层，也可能在寒冷云层中被辐射加工出来。这些微粒被星系风吹着漂流，最终沉降进形成恒星与行星的气体里。有些甚至可能曾经落到早期地球。所以尘埃不仅是碎片，它也携带潜力，在黑暗里静静漂流，等待进入某个新世界。生命的种子也许早就散落在银河的冷摇篮里。恒星的诞生地，也是世界的诞生地。行星系统继承母星云的化学特征：水、碳化合物、氨基相关前驱物。如果那团云够富集，这些成分就可能进入彗星、小行星、行星表面与海洋。我们不确定生命有多普遍，但生命所需的零件看起来并不稀缺。它们像被撒在银河各处的种子，藏在最冷的摇篮里，等待某个地方条件刚好成熟。有些恒星自转快到夸张，几小时转一圈。太阳自转大约25到35天一圈。但有些年轻、质量巨大的恒星，几个小时就能转一圈，快得像是在极限边缘奔跑。它们赤道会被离心力鼓起，甚至甩出物质形成发光盘。这些恒星的生命往往短暂，却耀眼、躁动，充满爆发性。它们存在的时候，像黑暗海面上的旋转海妖，用速度与光把周围空间搅得不得安宁。银河平面与黄道面倾斜，我们的小船斜漂在恒星海上。银河平面相对黄道面倾斜约60度。正因为这种倾斜，银河在夜空中会以不同角度升起，随季节改变位置。我们是银河的一部分，却像一艘略微倾斜的小船，飘在更大的旋转恒星海洋上。光晕记得更久，古老白矮星比薄盘还老。光晕中，天文学家发现过一些古老白矮星，它们是恒星冷却后的核心遗迹。它们的年龄可能比银河薄盘还要大。这意味着，当银河还没稳定成今天的盘状结构时，就已经有一批恒星诞生、燃烧、死亡，留下这些静默残骸。圆盘很明亮，但光晕记得更久远的过去。最远的恒星在边缘当哨兵，一圈要转几十亿年。银河最遥远的恒星，距离中心可达数万甚至数十万光年。它们在光晕里沿着宽阔轨道缓慢运行，完成一圈可能需要数十亿年，几乎是把一个宇宙时代当作一圈路程。许多可能来自古代合并，被轻轻捕获，如今在最外层漂流。它们暗淡稀疏，却帮我们界定银河的大小与引力影响范围。银河不只是我们看到的那条光带，它向黑暗深处延伸，边缘的游荡者也在塑造它的形状。不对称的银河，它的美在于不规则。银河的圆盘一侧更厚，
悬臂亮度范围不均，光晕也可能略偏。这些不对称很可能来自麦哲伦星云、暗物质团块或过去合并的引力影响。银河不是完美几何体，它像旋转舞者，裙摆被风吹起，拉扯、扭曲、略不平衡，却因此更像活着的东西。它的美就在于这种由时间雕刻出的不规则优雅。变星与盖亚，我们正在把银河从模糊传说画成清晰地图。某些恒星会规律性脉动亮度，像心跳。造父变星、RR Lyrae 变星等，周期与真实亮度有可靠关系。测周期就能推真实亮度，再与观测亮度比对，就能测距离。它们像宇宙标尺，帮我们测量银河结构。而盖亚任务更像是静悄悄的革命。它测量了超过20亿颗恒星的位置、运动、亮度，把银河的立体结构与历史轨迹绘制得越来越清楚。破碎星系的恒星流、星盘桥区、太阳轨道的细节，都在数据里浮现。每一次新数据发布，我们对银河的理解就更想看清，而不只是猜测。模糊的星空图正在变成清晰、生动、可计算的星图。银河平面那条星光河流是拥挤喧闹的中心。在远离城市灯光的漆黑夜晚，你会看到一条朦胧的星光河横跨天际。那是银河平面盘面最后的部分。它不是一条线，而是一片带状深渊。银河大部分恒星都挤在那里，尘埃成层，恒星形成频繁。那不仅美，也拥挤。那里是大多数恒星生活与死亡的中心城区。向着核心看，你会看见一座被尘埃遮住的星城。银河核心在射手座方向，可见光里它被尘埃遮蔽，红外线与无线电里，它亮得惊人。即使肉眼也能感觉到那一带更密更亮，像是数十亿颗恒星叠加成的光雾。我们住在相对安静的郊区，但当我们向内看，看到的是银河中心那座拥挤的城市。繁忙、炽热、重力强，故事多。片尾，当你沉入睡意，你不是旁观者，你属于这条星河。我们从地球看银河，只能从内部看它。像站在森林里，沿着树干方向望出去，你看见无尽，却看不见森林的整体形状。正因如此，人类花了几个世纪的观察、编目、推理与数学，才终于意识到，我们身处一个螺旋之中。而就算用最灵敏的仪器，我们也只能窥见这座星系的一小部分。尘埃挡住了光，暗物质远多于发光恒星。每颗星之间的空白，都藏着结构与可能。银河不只是你看到的，它也是你怀疑的、你推论的、你渴望理解的。它藏着古老的光、未来的星星、飘逸的世界，以及至今仍未解的谜团。而在这浩瀚宇宙里，我们只是众多行星中的一颗，围绕着一颗安静恒星旋转，漂浮在一个肉眼无法尽览的故事里。现在，在你思绪的背后，星光开始慢慢暗淡。你已经走过这条星河的许多秘密，从星盘的扭曲，到最遥远的陨星，从新生恒星，到消亡的残骸，从尘埃与气体，到光与影，和两者之间的一切。
你曾走进恒星的摇篮，沿着悬臂起舞，凝视被尘埃帷幕遮住的中心闪耀。你是这个星系的一部分，不只是地球上的过客，更是这段漫长演进的参与者。你血液中的铁，来自恒星的熔炉；你呼吸的氧气，来自远古爆炸的余烬。你身体里的原子，曾在宇宙中漂流，后来才在这里聚成你。今晚，当你安睡之时，银河仍会亮起，恒星仍在形成，光仍在传播，静默的轨道仍在继续，而你就漂浮其中，黑暗里一丝温暖，安然躺在这片宁静而光芒四射的恒星海的螺旋臂上。愿你睡个好觉，愿你做一个属于星河的梦。